急着找钱，说，不然把你手剁掉。在准备跟诈骗集团然后对抗之前，我们就已經想好後路了，要不然就是被抓，要不然就是被殺。陸向日曾經被禁錮喺柬埔寨嘅詐騙營，脱困之後一直做義工，解救被人口販賣嘅受害者。佢被黑幫懸紅追殺，又得罪黑白兩道，被嫁禍，要逃亡去泰國。幾日前嚟到香港，佢同我哋細說過去1年嘅經歷。剛開始進去是一個叫皇冠園區的地方，就是過來做負責餐飲的。然後他說不是，我們這裡是做推廣的。2021年初，陸向日辭去廣西家鄉證券行嘅工作，去柬埔寨首都金邊從事餐飲業，想賺多啲錢，等父母、妻子同2歲大個仔過更好嘅生活。但係柬埔寨當時啱啱爆發疫情，餐廳生意差，當地認識嘅華人叫佢去近年大量中國資金投資嘅賭城西哈努克港做嘢，但係一到埗就被販賣去詐騙園區。佢試過報警，但係地方警察同園區串通，令佢被轉賣多次。不過在第2家公司的話，有跟我一起關着的一個人，就是身上全部都是傷，就是被打的。不過那個人的話，我出來了以後才知道他就死了。新聞上面有報道出這個人是自殺的。我說這怎麼可能自殺呢？佢用 Facebook 向省長求助，最終獲救，之後加入當地華人義工隊。剛開始都是那種救助生病的、還有失業的那種人，然後後面發現越來越多的都是那種園區裡面求救的。出來之後，你們找大使館，那些人大使館可以幫你們回國內嗎？不可以啊，出來了以後就自己想辦法回去啊。第一個求助我們的還是香港人，然後自從他出來了以後，然後他就跟我說，裡面有一些台灣人，還有一些香港人，每個月都會聘到1000萬港幣左右。就是他們一個小組20個人左右。報道了以後，就是說裡面就是騙人就很難了，就是開單就很難開了，就是很難騙得到香港人了。從舊年開始，佢一直透過聯絡大使館、當地省政府同執法部門，前後營救咗近200人，亦因此成為詐騙營嘅眼中釘。救人義工隊隊長更有懸紅10萬美元嘅江湖追殺令。今年2月，義工隊救出嘅一個江蘇人對傳媒自稱被抽血賣血，但係柬埔寨警方話佢造謠，當事人又改口。隊長被控虛假聲明同煽動罪，被捕還押至今。陸向日認為佢被嫁禍。詐騙公司一直在懸賞他，因為救援啊，得罪了太多人了，之後就一直關着，然後也一點消息也沒有。然後就是找了很多的國際機構，然後都在幫陳隊，現在還是沒有消息。隊長被捕冇幾耐，義工隊就解散。陸向日加入全球反詐騙組織，繼續營救工作。佢發現除咗華人，亦有東南亞、南美同非洲人被販賣同禁錮。因為之前一直都是在做救援，詐騙公司根本就還沒有抓過，根本就抓不了，沒辦法抓。然後還有這麼多的新聞媒體公開了以後，然後才開始從救援，然後走上反詐騙的這條道路。曾經禁錮佢嘅園區被揭發由柬埔寨一位議員擁有，令佢同時得罪黑白兩道。最終佢喺國際機構嘅協助下逃亡到泰國。近日佢嚟到香港，希望可以返廣西探屋企人，之後繼續做營救同反詐騙嘅工作。回去啊，肯定也想過回去啊，看一下家裡面嘛，因為很久沒有回去了，你總要回去一趟，因為父母年紀也大了。